听到陈肇中的吩咐，强仔连忙跑了出去。唐人街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，但毕竟也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所以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，彼此也都非常熟悉。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这里不过就是一条街道而已，只不过是华人大量聚集的街道。在这里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街里街坊。街坊中虽然也有厚颜无耻、阴险狡诈的人，但大体上还是相互帮助、相互扶持。早些年刚到美国的华人备受欺辱，大家只能聚居在一起抱团取暖，华人帮派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发展而来。起先是华人之间为了自我保护，将一部分年轻壮劳力组织起来，共同对抗外敌。久而久之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各种职业也在不断细分，一部分偶尔团结起来为其他华人出头的人，便逐渐将这种事情当作了职业，于是华人帮派便正式成立。从华帮的历史就能看得出，华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不是一个欺行霸市、欺男霸女的黑道帮派，而美国大多数帮派都与华人帮派的性质大相径庭。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帮派，大都是在禁酒令时期发展壮大的，他们来钱的手段基本上全是跟美国政府对着来，所以几十上百年的发展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本能，那就是政府越不让做的，他们越要做，而且还要做大做强。就拿收保护费的例子来说，华帮在唐人街收保护费更像是一种非官方的物业费，从每家每户收钱，为每家每户服务，收费合理，服务贴心，随叫随到。但是燃烧天使这种帮派来收保护费，就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性质。强盗只要钱，把钱交出来还能饶你一命，要是死硬着不给的话，那就给你一刀或者给你一枪。你总不能指望在被强盗之后就能请强盗帮忙看家护院，那样的话，强盗怕是连你的家也一并抢了去。几分钟之后，强仔便带着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路飞奔而来。那人一进门见到陈肇中，便激动地说道：“钟哥，你回来了。”这人便是纽约唐人街的华帮老大倪大伟。陈肇中见倪大伟脖子上包着厚厚的纱布，便连忙问：“大伟，你脖子怎么了？”倪大伟叹了口气：“别提了，回家的时候被人枪击，子弹擦着脖子过去了，再准一点的话，我就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。”说着，他看向角落里5个悲惨的家伙，惊骇不已地问道：“阿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陈肇中问他：“强仔没跟你说？”倪大伟说：“强仔只说你找我有要紧事，没说具体什么情况。”陈肇中点点头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几个人来店里找强仔收保护费，被叶先生出手教训了。”说着，他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位就是倪大伟，华帮的老大。”倪大伟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，不敢想象这几个凶神恶煞的燃烧天使成员，竟然是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给打成了如此模样。陈肇中这时又对他道：“大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叶先生，这次也是他想见你。”倪大伟回过神来，虽然不知道叶晨究竟是什么来头，但是眼看他能够一个人把这5个人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便也猜出叶晨的来路绝对不一般。于是他连忙走到叶晨跟前，带着几分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好，我是倪大伟，幸会幸会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开口问他：“华帮一共多少人？”倪大伟如实道：“之前有差不多100号人，但现在除了死伤的弟兄之外，剩下的基本都跑路了。”叶晨皱眉道：“你们有将近100号人，
怎么能让这5个王八蛋在唐人街招摇过市？倪大伟羞愧不已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5个人背后是燃烧天使，燃烧天使的背后是意大利人，他们在纽约实际掌控着10几个大小小的帮派，规模至少有几千人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叶晨冷声道：“几千人又怎么样？我从来没听说美国发生过几千人的黑帮火拼，他还能带着几千人杀进唐人街吗？”倪大伟尴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帮人下手极其狠辣，明里暗里杀掉我们华帮好几位核心成员，弟兄们心里害怕，一个个都打了退堂鼓。”叶晨问他：“燃烧天使杀了你们多少人？”倪大伟脱口道：“他们杀了我们11个弟兄。”叶晨皱了皱眉，又问：“你们杀了他们多少？”倪大伟颓然地摇了摇头：“一个也没有。”说着，倪大伟连忙又解释道：“我们在纽约毕竟是外来的少数族裔帮派，斗不过他们这种地头蛇，所以一开始就没想要跟他们火拼。而且他们也放过话，如果我们感动他们的人，动一个，他们就杀我们10倍。”叶晨皱了皱眉，开口道：“少数族裔的帮派怎么了？韩国、越南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帮派也是少数族裔组成的帮派，他们也跟你们一样被燃烧天使打得抱头鼠窜了吗？”这个倪大伟躲闪着叶晨咄咄逼人的眼神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暂时还没听说他们跟燃烧天使起了什么冲突。”叶晨指着那5人问倪大伟：“那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这帮人不敢欺负韩国帮派，也不敢欺负越南帮派，反而来欺负你们呢？”倪大伟抿着嘴，羞愧地低下头去。叶晨见他不说话，转而问那个威尔·约翰逊：“来，威尔，你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你们不去韩国城抢地盘，反而要来唐人街？”威尔·约翰逊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因为韩国佬火力太猛，自从1992年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跟韩国人正面起冲突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转而又问倪大伟：“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从92年之后不敢招惹韩国人了吗？”倪大伟羞愧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韩国人当年确实在美国拼出了一些名气。”叶晨冷声道：“你也知道他们是靠命拼出来的名气，那你作为华帮的老大，为什么不敢带着你的兄弟跟他们干到底？你不要忘了，你身后站着的不只是你近100名兄弟，还有整个唐人街那些依仗你们保护的同胞，他们可是给你们交了保护费的。遇到是你们跑了，让他们怎么办？”倪大伟此时面红耳赤，恨不得将头埋进地底。而叶晨则继续质问：“你想过没有？你们退缩了，整个唐人街的商贩就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以后所有人都知道唐人街的商贩好欺负，所有人都会把他们当成一盘菜。今天是燃烧天使想来割下一块，明天说不定还有冰冻恶魔要来分一杯羹，再过几天，说不定就连那些没人瞧得起的阿猫阿狗也会拿着碗过来夹上一筷子。更何况，就算你们退缩了又怎么样？退缩了他们就能放过你吗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你堂堂7尺男儿，华帮老大，又何须躲在一个女人的发廊里？”倪大伟被叶晨一连串逼问搞得精神几乎崩溃。这2天，倪大伟的心里一直备受折磨，弟兄们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就连他自己也差点挂了。可他作为老大，一直没能鼓起勇气跟燃烧天使斗争到底。就因为一开始就畏手畏脚，所以燃烧天使才愈发猖狂，接连干掉华帮多名骨干，直接把整个华帮的心态打崩了。而这2天，倪大伟也十分后悔没有第一时间豁出去跟燃烧天使干到底。如果当时就拼了命跟他们干到底的话，说不定他们知难而退，后面这么多弟兄也不会搭上性命。想到这里，
惭愧与自责让倪大伟情绪再也绷不住，他红着眼睛哽咽道：“都怪我，是我太软弱了，只想着惹不起他们，就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可没想到，退了一步，他们就逼着我一路退，一直退到悬崖边上还不肯收手。可是现在醒悟已经晚了，死去的兄弟也不可能再回来了。”叶晨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现在醒悟还不算晚。”说着，叶晨将手里的弹夹塞进手枪里，然后将手枪递到他面前，开口道：“这里面还有5颗子弹，如果你真醒悟了，就好好想想那个阿冲是怎么死的，再想想该怎么替他报仇。”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